世界第一的中铁大桥局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大家好，欢迎回到松鼠新语。马斯克的 SpaceX 的 IFT10的发射推迟了啊，我们可能会坚持到0点。先跟大家录一期关于黄河建渣大桥事故的后续的一个聊天啊。那么前天凌晨，就是8月22号凌晨啊，川青铁路建渣黄河特大桥坍塌了。这个坍塌事故不仅带走了16名工人的生命，也震碎了中国基建这个光环下的一些迷思。这个承建方是技术实力特别雄厚被誉为世界第一的中铁大桥局。所以这个悲剧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失误，而是一次深刻性的系统失灵。它就让我们必须撕开那些为技术辩护的这种外衣也好遮羞也好或者官方辞令，是吧？直面它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那事故发生之后有一种技术性的解释就迅速流传开了实际上这个呢也确实具有一些科学依据。那么这个理论的详细呢，就是说钢结构因为有热胀冷缩嘛，那么在夜间低温下呢，它收缩有利于钢梁的合拢时候的精确就位。我们知道热胀冷缩有个公式的就德尔塔 L 等于阿尔法乘以 L0 再乘以德尔塔 T 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一座200米长的钢桥就是净悬空，那么在10摄氏度的这个温差下会产生大概24毫米的这么个位移变化，是我算的这对于如果是个毫米级精度的这个大桥施工里边，那确实是一个必须审慎考虑的参数。但是这种纯粹的技术辩护它实际上巧妙地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就是夜间施工从来都不是一次审慎的技术选择，不是因为低温，而是24小时不停工这是中国式施工文化的一个必然产物。有一位曾经在中铁某局工作的技术人员就直言不讳地说他说哪有什么休息工地都这样。土木行业的人看了这个新闻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所以这个叹息的背后呢，就是对行业这种潜规则的这种无奈认知，我们可以简称是无知当一个项目被冠以生命线工程、献礼工程这些政治光环的时候，巨大的工期压力便会层层传导到项目一线。这时候安全规程往往就成了可以灵活执行的这个条文交通运输部我们前面讲过，2012年就明确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夜间不得施工。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就形同虚设技术上的这个合理性，在这时候更像是一个让赶工期这种常态化的一个完美借口，或者是一个遮羞布从技术角度来看不可否认这个拱桥，特别是这种特大型的这种钢结构拱桥，是桥梁施工里边风险最大的一个最高的这么一类的桥。和常见的这种减质量桥不一样，拱桥的受力机制它依赖于整体结构的这个协调配合它在合拢前后的受力状态是完全不同的，风险极高。所以建渣黄河特大桥它作为有史以来号称最大的铁路拱桥，它的施工难度确实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当然呢，你高难度并不能你成为忽视安全规程的理由。恰恰相反你越是高难度作业，你越要更严格、更冗余的这种安全措施。事故现场的情况就是让我们震惊的，16名工人同时出现在高危作业区，这个本身就严重违反了基本的安全管理原则。按照标准作业流程这一类高风险操作应该严格控制现场人员，特别是在合拢前后那一刻，建立足够的这个安全警戒区域。所以中铁大桥局在事故后它发布了公告这是把大家的猜测呢都暂时放一边的，把直接原因呢锁定为辅助钢梁架设的吊索塔架的前端扣这个扣锁突然崩断。那这个技术描述听起来是很专业的，但它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它为什么这个扣锁会崩断呢？从工程学角度来说无外乎2种可能一个就是产品质量问题，材料本身就存在缺陷或者制造工艺的这种不达标；第二个就是操作失误现场安装不当或者超载。无论是哪种原因，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就是它的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全面的失效了。所以一个完善的系统应该在产品出厂前就发现材料的缺陷，你在安装过程中就防止操作失误，在施工方案里边你要预见并且规避这个超载的风险。所以当这个突然崩塌发生的时候说明整个这个管理链条已经断裂了。
可能他们在想这个安全的规程的时候，就压根没想过这个大桥它可能会坍塌的，从来都没想过，大桥它真的会坍塌的。所以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就在于建筑行业普遍存在这个层层转包的这个现象。这个项目从总承包商开始是吧，经过多级分包，最终落到临时组建的这施工队里边。这个过程中啊，管理责任呢就被层层的稀释，安全标准呢就逐级的下降。啊，我们不是特指这个大桥的施工啊，这个大桥可能没有层层转包，我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个建筑施工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建筑施工单位啊，它没有自己的工人的话呢，这种层层转包里面关系太复杂，根本就没有办法管理啊。这些现场的技术员很多的亲身经历啊，都揭示了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在复杂的这种承包关系里边，项目经理啊，往往对一线工人他是缺乏有效控制的。安全管理呢，就沦为这种行尸走肉式的形式主义。工人可以过年的时候可以对项目管理员说啊，我回家过年了，你爱咋咋地。这个时候你现场监督呢，你说话根本就没用，你再严格的安全规定，那也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呢，这个官方报道里边啊，川京铁路项目呢也被包装为采用了多项新技术的这种创新工程。有的技术员就直言不讳啊，说都是扯淡啊，哪来那么多新技术啊？土木呢就是一个入土的玩意儿，是吧？几十年了都一直是那么个东西。这种对所谓的技术创新的质疑啊，揭示了就在政绩导向的这种项目管理里边，创新往往被包装成政绩工程的工具，而不是真正提高工程质量的手段。更危险的是呢，当这种所谓的新技术遇到高度依赖经验这种一线操作的时候啊，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可能会增加风险，可能就会翻车。事故发生之后啊，中国中铁啊这个大桥局啊发布的公告里边有一句话，还是相当扎眼的或者扎心的，说什么呢？说本次事故啊不会啊对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16条命啊，在资本市场的逻辑里面呢，就被简化为一个非重大的财务影响啊，就16根韭菜嘛。所以这种表述啊，虽然它符合上市公司这个信息披露啊这些法律要求，但是它太凉了，它太冰了，它体现的价值观就是让人寒心啊。当生命的逝去被量化为保险赔偿和股价波动的时候，我们就得问：你在追求这个所谓世界第一的这个大桥局不是誉为世界第一嘛？在这个光环下，你工程建设的初心是什么？那么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啊，我还特意搜索了泰国的媒体，看看是不是有泰国媒体关注这个事儿啊。现在泰国媒体呢还在关注柬埔寨。大家知道今年3月呢，泰国审计处大楼啊在地震里边倒塌，我们做过好几期连续的报道。承建方呢同样是中铁系统，所以这类事故啊一旦形成模式，就会对所谓的中国建造的国际声誉造成长远而且难以挽回的损害。如果中国速度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安全隐患，伴随着事故，那这个曾经可以说让世界瞩目的品牌，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上一期说的让人会心一笑那种心照不宣的负面的标签。所以川京铁路的这个悲剧啊，不应该仅仅又成了一个举一反三之后被人遗忘的新闻，它暴露了很多问题啊，比如工期压力、管理混乱、安全意识淡薄，它在整个行业里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真正的改变还是需要从根本上审视我们的这个工程文化，甚至社会的文化。如果我们把按时完工甚至提前完工视为最高的政绩，把安全事故当作可以接受的这种概率问题的时候，类似的悲剧就都不可避免了。只有每一个工程项目都会对生命的敬畏把它放在首位的时候，安全管理贯穿到每一个环节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国速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世界品牌。所以16名工人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他们的牺牲如果能够推动行业的这个深刻变革，让更多的这个建设者免于类似的风险，那这场悲剧呢也许还有点意义而真正的中国速度它不应该是建立在血的代价之上，真正的世界第一也不应该是以牺牲生命为前提。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黄河建渣特大桥的一个后续的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